Husavik 赏金小镇，这是我最想要参加的 local 行程，不过我还没有报名，因为看昨天天气很差，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出海。不过看起来今天天气好像又变不错了。刚刚走错路了 ，Google Map 企图叫我们去翻山越岭，不过我们这次没有租 SUV 车型哦，我觉得夏天应该可以。普通的车就可以开了，那现在目前为止都是开的还不错，这也是夏天旅行的一个好处。其他的季节可能就最好要开 SUV 车型。Husavik 赏金小镇，好可爱哦！很多人去赏金呢，我也想要去。那个是赏金船哦，那么小哦，我会翻船吧？胡萨维克是冰岛北部的渔村，位于北极圈以南。因为洋流与地形孕育了大量的浮游生物，吸引鲸鱼停留或迁徙。每年夏天6到9月，出海赏金成功率高达90%。我们今天能看见它们吗？刚刚去问了这一间赏金的行程，一个人是10990，其实是立刻买票就可以上船了。每次行程是3个小时。这边好像还有另外一间，再去看看。这间看起来好像比较热门，每天其实还蛮多船班的。所有的行程 ，Puffy 已经没有了，已经飞走了。我还以为现在还是 Puffy 的季节，结果刚刚去问 Puffy 团，他们就说 Puffy 已经飞走了。可爱的 Puffy 飞走了。这一间贵1000块，但是比较多人呢。金鱼3步骤：喷水、潜下去、尾巴翘起来。好大的尾巴。When we finish, we come there. 这个尾巴真可爱。金鱼的演化。迁移的路线跟其他种动物比较大小。The blow 喷水。
是这家海鲜餐厅。这是沙拉。这是 seafood soup。青岛的菜的一道的分量其实是蛮小的，应该是说我们吃刚刚好。这个海鲜的料，他说非常的丰富，菜单上这么说，看材料还不少。吃起来味道很泰式椰奶，非常好吃，有点辣。你看为什么？午餐了，来吃甜点。这是肉桂卷，他的房子啊，这边没有人看。那排骨船要一个人5000块。就这个啊，热排骨船。但是这个我们有做过啊，补帝王蟹的时候做过。早上来的时候好多人搭船去赏鲸，现在都没什么人，好担心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赏不到鲸哦。Going on Falcon, just need this part here. And I'm gonna give your suits. Okay. Oh, and one extra scarf. Thank you. 准备出来喽，穿衣服中。准备出海。哦，乘风破浪的样子，好棒。Oh, cute. And I'm gonna be most of my time there with our captain,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on the boat today. His name is Maki, and he is 100% Icelandic, born and raised by the ocean, guys. It's the most famous whale in our planet. Don't confuse them with fish, they are mammals. So inside here they have lungs. Every time they need oxygen, they will come out of the water to breathe. And that's when we can spot them, because when they breathe, a huge white spray of water comes out of their nose. This fis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7th biggest on our planet. And when they breathe, the spout, the breath can go up to 10 meters in the air.
here in Husavik we have encountered about 11 different species. That's it. Thank you for coming. This well took a 9-minute long dive. So we'll wait again. I could baptize some of you today in this ocean. Yeah. We have it on the right side this time, guys. Right side. Going down. Going down. Super graceful, these animals, no? 高音大，但是 no tail， 啊，跳不够高。 Sadly, no tail this time, guys. 要冲了，要去追金鱼了。我们总共已经看到3次金鱼了，现在是第4次。
With a beautiful tail. Ciao, Bella. These animals are filter feeders. They don't chew their food. They traps all the food inside and then it uses the tongue to push the water out. But they can eat a lot per day. 3,000 kilos of food each day to the cold waters of the planet because their food grows in large proportions in life on the migration of the whale, guys. Up and down, north and south. 16,000 to 24,000 kilometers each year.好美哦，天气变得超好的。不敢了啊！天气变得很好，你晚上要看极光吗？好像天气一好就变冷。懂。很棒。看了4次。第3次尾巴叫 no tail， 尾巴没有翘起来 ，no tail。3次神龙保佑。4次，有点突突的，对。到那个船舷的位置就很吐，但是看到的时候超感动，运气很好，一艘船里面才10几个人。哇，突然好夸张的瀑布哦！今晚住宿的地方。今天住宿的地方是一个农舍，后面还有一群马。乡间农村的小屋，房间很大。这是小小的厨房，非常简单的，不太能烹煮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空姐锅又要启用咯。跟2间房间的房客共用一个浴室，浴室超级大，但是差不多要5、6个人用一间。今天房间内的小厨房设置完成。今天的室友是意大利人，请我们吃冰岛草莓。这个又小又稠的草莓，竟然还蛮甜的哎！我看到这么稠，其实我都不敢买。我们没东西请他们呢。那本来想要拿着空姐锅去外面煮的，可是怕被房东看到。然后意大利人他们也在做微波食品，所以我们就算了，就在房间，好像也可以。乡下农村房间很大。意大利人请我们吃蛋糕，现在在研究地图。Sta facendo un video su YouTube. È una 意大利室友用晚餐了，哇！刚刚跟他们聊很多，他们是顺时钟环岛，带了2个小朋友。我们一用筷子就非常的好奇，一直问亚洲相关的事情，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今天的早餐用微波炉煮 omelette， 把香肠、cheese 全部加上去。昨天住宿的民宿，有一个门后面好多马哦。
可爱哦，太可爱了吧！一早天气大好，我们来到很近的众神瀑布。瀑布位于14战洞之河的大河流上，水流湍急。河的两侧都可以健行，我们想着如果背对着阳光，水雾折射的光线一定能见到彩虹，所以我们往河的对岸走。众神瀑布之名源于公元1000年时，冰岛居民信奉北欧神明，与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产生隔阂。在议会决定冰岛将改奉基督教为国教之时，人们将自家的北欧神明全部投入瀑布，因而得名。全手，还有烟熏的。冰岛火山爆发巧克力690。今天是冰岛环岛的第8天，我们现在要往米湖前进。哇，你看那个倒影。我们是逆时针游米湖，首先来到米湖南岸的微火山口。2000多年前，熔岩流入湿地时与地下水剧烈反应，产生蒸汽爆炸，把地表炸出一个圆形的坑洞。这些圆丘看似火山口，却没有岩浆喷发，因此被称为微火山口，是米湖很具代表性的地质奇景。哇，太美的米湖野餐时间了。只是旁边好多蚊子哦，但是那个蚊子好奇怪，也不咬人，只是围着你。后来我查了才知道，原来米湖这个名称就是冰岛语中的蚊虻湖之意，就是因为夏季会有成群飞舞的小蚊虻，还好它们不咬人，只是数量很多会围着人。这些有点烦的小虫，却是米湖鱼类与候鸟的食物来源。现在虫子很多，大家都一直赶虫子。住在这附近的民宿还会带那种纱网，把整个头套住。然后这些外国人好像很无法忍受，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但是我只发现它就是围绕在旁边而已，不会干嘛，
就不要让它进去耳朵跟鼻孔就好了。小镇，我们要向右转，我要去找这加油站。我周围脸上都是蚊子。这个地很热哦，自由。做东西。哇，这个现在去好热。可惜我们蛋都煮熟，我们的蛋都煮熟，对。放来这边煮一煮。哇，这个什么味道？有点肉燥的味道。有一点对。这里是位于米湖东南方的地热谷，地形非常异世界，五感很冲击。地表到处是沸腾的泥浆池与喷气孔，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硫磺气味，我们觉得很像烧焦的肉燥。地表温度可达80到100度 C。地面呈现有黄、橘、灰、蓝等多层色彩，像一幅抽象画。因为那个有点泥浆的关系吧。过去人们在此采硫磺作为火药原料，这里真的是冰岛北部非常壮观的地热景色。大家不介意看，这种色酒才会带出来。但是茶叶蛋会变黑的。它是要涂黑掉的。哇，灰的。嗯。哇，你要敷脸吗？不要。Questo è freddo. 哇，呀，很像可以敷面膜那种。看到了。我们刚刚去那么多土的地方。
刷一下脚。哇，看起来很棒哎。不错。不要拍到金发圣妹，省得我自己吃。好的，不是。现在是5点半，但是大太阳，所以我戴帽子、太阳眼镜进来泡。这是米湖温泉，水很热很舒服。现在我们要去拿饮料喽。Apple orange juice. Apple juice. Apple juice. Yeah. And gas. And I will like Pepsi. Pepsi Max or normal Pepsi? Normal. Normal Pepsi. Okay. Just 3. Maybe, maybe more. Yeah. Maybe 4. I think I'm going to do 3.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enjoy, guys. Cheers. Thank you. Yeah, which area? Over there? Allison wanted it more. Which side do you want, Allison? Is that 哇，那边挤满了人，我要来挤进去。来，跟着我挤，没问题。好。Ich bin da am schönsten eine. Und dann hat er immer Bilder von allen gemacht und die geteilt. Das war so süß. Irgendwie war er den ganzen Tag damit beschäftigt, in unserer Gruppe Bilder zu machen. Das tat mir irgendwann richtig leid. Ich muss ihn ja voll abgelenkt haben, weil wirklich, also wirklich 24/7 war. Maar dat is typisch gsm-camera, dat is je eigen last. Als je er minder doet.治疗师。
Pero ano atong credit card? Di man siya pagawat. Ah. 冰岛传统的羊肉汤，除了羊肉之外，加了很多的蔬菜。 The gas company charge at the gas station charges 50,000 IC automatically. So if that happens, send an email to the gas station. It happened. And send a screenshot. Ang first na to kay Logger Bakit, no? Which was Galing customer care. yeah. Ang free, nag-full tank ka. Karon sa OB always di ay现在吃完走了，赏金团没什么。哇！一艘小小的船进来，就激起这么大的海浪哎。这里号称阿克雷里第二老的街区，从14世纪开始就有了。然后这一排老房子呢，就是一些传统的建筑。这本冰岛小说实在太可爱了，里面有一些小小的 tips。自来水在冰岛是非常安全可以喝的，85% 的冰岛的能源都是可以重新再利用的。挪威的维京人在9世纪的时候就来到了冰岛定居，维京人会使用这种角状的东西来当做喝东西的容器。羊的数量是人的2倍。所以几乎很少见，极光是9月到3月可以看得到。来 Netto 补货。比起小猪超市，我更喜欢 Netto。冰岛的 mall 都没人。这间 Netto 在 mall 里面，人好少。他们这个苹果又酸又甜，滋味非常浓郁。它这个长得这么长。难得在超市里面看到这个酸浆果，小菠菜1盒369块。像这个12个装的，2139元。冷冻食品看起来蛮好吃的，我看1盒1539。上次有买过这个羊排，真的很好吃，很容易料理。鱼料理也是调味好的，各种烟熏鲑鱼。
2天同居的意大利人，他们就一直微波这个汤，看起来很不错，我们想要来吃吃看。牙膏形状的鱼子酱好像很多人都会吃哎，花生酱的瓶子好可爱哦，5、6、9元，因为我们酒量很差，都喜欢买0% 的来尝尝味道。超市好咸，没什么人的梦，很棒。哦，老花的不得了，6000多块。哦，酷。今天是冰岛环岛的第9天，天气大晴朗。我们刚刚从阿克雷里这个北方最大的城镇出来，现在要往北一直绕着这个峡湾前进。这边的峡湾应该都有鲸鱼出海。是一个好可爱的小港口。这个小镇名字很长哦，叫做席格吕菲厄泽，是冰岛北部峡湾很北的一个小镇。不行喝啦，改喝。真的胀，那别下家里。喝完啤酒，我们在席格吕菲厄泽的渔港散步，才知道这座小镇曾有过的辉煌。20世纪中叶，飞鱼大量回游到北冰岛，使这里成为最繁荣的渔业重镇。成千上万的女性从冰岛各地、挪威与法罗群岛来此工作，在寒冷的渔场里不眠不休地清洗、腌制飞鱼。她们被称为飞鱼女孩。那时，飞鱼出口占冰岛经济的40%以上，支撑了整个国家。直到60年代末，飞鱼族群因为过度捕捞与气候变迁几乎消失，这座世界飞鱼之都也随之沉寂。或许正因为那段繁华与消逝的岁月，冰岛人学会了与自然共存，也让这座岛屿成为世界上最重视环境的国度之一。The Henry Era Museum 快关了，就不进去了。
湖畔这个铁器的雕像是在表示 Harry Girl， 这个时代呢又叫做 Harry Era Adventure。不需要桌子，就这个就是。在峡湾边的住宿，房客的名单就写在门口，就直接进去找到对应的房间。我们住了好几间冰岛的这种 guest house 都是这样子，很方便。厨房很小巧可爱，一样是只有微波炉啊、烤箱这种。老板有一些免费食物，一些酱，然后竟然还有这个卡比亚，因为我们今天才买一条。准备晚餐中，正在煮饭。今天煮饭看起来煮得很成功哦。晚餐自己煮饭，菠菜是微波炉加点油就可以煮成的。然后这个是冷冻的汤品，这种冰岛的浓汤其实还蛮多种的，看起来料也很多。那个好像600多块克朗吧，墨西哥式的辣味的鸡肉汤。今天早餐简单吃